宗秋华也没想到马兰竟然能提出不走了，要跟自己一起去医院。可他哪里是要去什么医院，他只是想赶紧找个合适的借口，一边引诱马兰上钩，一边赶紧脚底抹油开溜罢了。于是他便非常认真地对马兰说道：马兰，我这个行李箱里有不少都是帮陈杰给他父母带的东西，有些滋补品，还有一些国内买不到的特效药。我还答应了陈姐今天一定帮他带到港岛去，刚好他弟弟人就在港岛办事，本来是前天就要回内地的，但就是为了等这些东西，所以才晚了2天。我今天要是不能把东西给他们带过去的话，就耽误人家的正事了。马兰连忙问道：那怎么办？你不是走不了了吗？宗秋华点点头，忙道：今天是走不了了，但你能先回去啊？我今天先去医院把我妈妈安顿一下，估计她被马踢了一脚，身体确实会受点罪，但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最快的话我明天就能赶回去。说着，宗秋华又道：这样吧，马兰，你今天先自己一个人飞过去，顺便帮我一个忙，把陈姐的东西带过去，我会安排我在港岛那边的管家去机场接你，让他先把你接到我在狮勋道的别墅，然后我让陈姐的弟弟去别墅找你拿东西，到时候你直接把这个行李箱给他就行，然后你就在别墅等我，我明天就到。马兰之所以说要跟宗秋华一起去医院，就是害怕自己的港岛之行化为泡影，不过既然钟秋华都这么说了，那也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先去他在港岛的别墅，大不了等他1天就是。马兰其实也不想折腾着去医院看一个素未谋面的老太太，宗秋华的这个建议对他来说可谓是一举两得，互不耽误。于是他便点了点头，爽快地说道：行，那我就先带着东西去港岛等你。宗秋华见马兰上钩，当时松了口气，随即笑道：那真是辛苦你了，马兰，你待会儿就直接把行李全都办理托运，到地方之后我会让司机进机场接你，司机会帮你提行李，这样也不用你太劳累了。另外我让司机安排全港岛最好的 SPA 按摩师去别墅提前等着，你到别墅之后先给你来一个全身 SPA， 你好好放松放松。马兰一听这话，顿时喜笑颜开，口中感叹道：哎呀，秋华，你安排的真是太周到了，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宗秋华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欠别人的人情，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怎么能怠慢你呢？说着，他拍了拍马兰的肩膀，笑着说道：你到了港岛就先好好享受，明晚就让管家安排你住我的房间，我那个房间有一张价值100多万的海思腾床垫，几乎是这个世界上能买到最好的了，你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好好好，马兰听得整个人都飘飘然了起来，连忙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去港岛等着你。好，宗秋华点点头道：老母亲那边情况紧急，我就先过去了，一会儿我会把你的电话和微信推给我在那边的管家，他都会提前安排好的。马兰立刻说道：没问题。宗秋华将自己的那个行李箱递给了马兰，感激不已地说道：马兰，这些东西就拜托你了。马兰笑着说道：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宗秋华欣慰地点了点头，随后便连忙离开了休息室。他走了之后，马兰这才费力地拽着2个大箱子，慢腾腾地往外走。宗秋华快速离开机场之后，便立刻钻进了路边一辆提前等候的小轿车，开车的司机正是一直在电话那头听着他与马兰对话的同伙。宗秋华上车之后，他一边发动汽车，一边笑着问道：那姓马的上钩了？当然，宗秋华笑道：只要我出马，还很少有搞不定的骡子。那人咂嘴道：
这次一共让姓马的带了多少货？宗秋华道：5000多克，都是最新的高端货，很受高端客户的喜欢，只要能带出去，绝对能大赚一笔。那人又问：能分给咱们多少？宗秋华想了想道：只要我成功让马兰带了货，不管成不成，都有$5000的辛苦费。要是马兰成功把货带过去的话，差不多还有$2-3万吧。挺好，那人笑呵呵地说道：做完这一笔，咱们就去拉斯维加斯好好放松放松。妈的，上半年一直走背字儿，辛苦赚来的钱基本上都他妈吐给赌场了。下半年说什么也得让赌场给老子吐回来。宗秋华说道：去拉斯维加斯可以，但到了那可千万别只顾着赌钱，一般那种地方烂赌鬼多不胜数，得想办法忽悠几个人去墨西哥。说着，宗秋华感叹道：我听说梅姐那边进展很不错，马上有一个配型成功的要去墨西哥做手术了，过2天还有个老头子要回国，已经被他发展的差不多了，估计10有8就能拿下，这个月他可不少赚。那男人好奇地问道：弄一个人去墨西哥能赚多少钱？宗秋华道：这说不好，得看能不能配到合适的客户，要是配上了，几十上百万美元都是有可能的，说不定还能更多。我估计梅姐这一单至少能挣10万。卧槽，那男人眼都有些红了，脱口道：妈的，骗一个人过去就能赚$10万。有这买卖，谁他妈天天跑机场送骡子？全美国的机场换着跑，我他妈早就跑烦了。宗秋华认真道：等下次去拉斯维加斯，咱们也好好开拓一下这方面的资源，看看能不能搞他1-2单。那男人感叹道：想去拉斯维加斯，还得等那个马兰成功抵达港岛才行啊。宗秋华淡淡道：成与不成，最晚明天夜里就知道了。说着，他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很快接通，宗秋华问他：马兰办理行李托运了吗？电话那头的女人此时正装作旅客，在马兰乘坐航班的航司值机柜台旁边休息。她看似在玩手机，其实一直在观察着值机柜台，等待着马兰的出现。就在半分钟前，她刚看到马兰拖着2个行李箱的身影，于是便一直关注着他的动作。对他们这帮人来说，欺骗素人帮他们带违禁品，一共有2道坎要过，一道是出发地的边检，一道是目的地的边检。而他留在这里守着，就是为了确保亲眼看着马兰将他们的货物安排托运。毕竟他们也担心遇到黑吃黑的情况。以前他们就曾经出过这样的事情，骡子眼看对方把行李箱交给了自己，心生贪念，干脆自己带着行李箱离开了机场。目的地那边的接口人等飞机到了也没等到人，最后再反过来查，才知道被黑吃黑了。所以自那之后，宗秋华等人就换了路子，他们拼命把自己塑造成顶级富豪，许诺对方各种好处，为的就是尽量打消对方拿了东西跑路的念头。只要他亲眼看着马兰把行李交给柜员办理值机，这行李马兰就不可能拿得走了，剩下的就是祈祷边检在检查行李的时候不要发现他们精心藏匿的违禁品。而这时候，马兰已经来到了头等舱的 VIP 柜台前，他将自己的护照递了过去。值机的服务人员在调取机票信息之后，立刻恭敬地问道：马女士，请问您有几件行李需要托运？马兰指着那2个大箱子，淡淡道：这2个都要托运，